县君，本官奉命搜查国公府。既然奉旨行事，我们理应配合。县君甚是明理。等等，搜查总是要有个理由吧？殷国公贪功冒进，致全军覆没，官家担心另有隐情，命汪相彻查此事。如此说来，就是没有圣旨了。不搜，如何查？所有人等，无令不得外出，所有物件不得转移，给我搜！我那官家亲封的县君，谁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即便你是县君，当皇城司办，皇城司也有权将你立即抓捕。你敢？给我拿下！住手！梁副指挥使好大的官威啊！没事。陆侯，下官侍奉汪相。汪相素知官家最敬重英烈之家，岂能让你肆意胡为？若是因此有损官家盛名，你可担得起啊？不劳侯爷挂心，陆侯正值休沐，不如好好放松。皇城司事务，自有下官代劳。哼，本官虽在休沐，但依旧是皇城司统领。若是皇城司有任何差错，本官岂能置身事外啊？我会即刻进宫，看看官家是何旨意。回吧。汪相，官家方才还与老夫念叨陆侯，陆侯这就要进宫，可见陆侯与官家是心有灵犀呀。殷国公战败投敌，本官奉官家口谕，彻查此事。胡言乱语！我父亲绝不会投敌的。明珠娘子可是在说官家胡言乱语？既然官家让汪相彻查，说明没有认定，也许是被有心之人给蛊惑了。是有心之人蛊惑，还是殷国公叛变查了便知？贤侄，你是大理寺少卿，此事就由你来办吧。是。县君，殷国公若无投敌之嫌，何惧搜捕呢？龌龊之人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？大理寺办案自有章程，绝不会冤枉无辜之人。县君大可放心。奸佞之人，我放心不了。我太祖父、祖父都曾随着先帝平江山、拓疆土，我父亲也几次奉旨平定战乱，哪怕是粮草不济，也从来都是视死如归，绝不会背叛朝廷。自古功不抵过，县君说这些有何用啊？如今我父亲在战场上生死未卜，你们却要在这里罗织罪名，诬陷我父，天理何在？县君若是还要再妨碍朝廷办事，休怪在下不客气了。让开！今日若想进我国公府大门，便踩着我的尸体过去。想干什么，罗士远？殷国公涉嫌通敌谋逆，这样的事情，侯爷也要掺和一脚，这可不像你啊！把剑放下！怎么等了半日，还没消息传出来？看来不会有人愿意帮我们魏家了。
也罢，我魏家的事，魏家自己解决。回府。魏大夫人，请留步。宪君，念在我与你往日同府的份上，现在让开，我不伤你。我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进我国公府的门。不愧是将门之女，果然有巾帼之气。好，今日我便成全了你。罗思远，罗深远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场戏该结束了。你胆敢挟持老夫？恩师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梁父这回事，不要顾及老夫，反抗者阁下无论。是。圣旨到。官家有旨。王远罔顾国法，操纵走私，私通外敌，残害忠良，结党营私，着皇城司即刻捉拿汪远及其党羽，不得有误。奉行。是。与你交易走私的对接人，还有你的交易凭证，都在我的手上。汪远，你可以束手就擒了。你早就和杨凌商量好了，故意在汪远和陆家学面前演这出戏，好让你曲戏投靠汪远。唯有此法，才有机会拿到汪远的罪证，为杨师兄洗清冤屈。不行不行，太危险了！杨凌已经入了大牢，我不能让你也……先生，学生并非莽撞之人，还请先生助学生一臂之力。父亲让我转告你，让你在上香的时候动手。我向你保证，绝不会用伤害你们的方式去取信汪远。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是想让你们日后多加小心。我和父亲相信你，可以做好谋划，只要你能扳倒汪远，替他们报仇，我们愿意这么做。今日败于罗少卿之手，老夫是心服口服啊。只可惜呀，我那只金甲大将军以后就没人照顾了。卢侯，可否帮我照顾一二？他不是斗败后被你扔进火盆烧死了吗？哼，有时眼见未必为实啊！你以为被烧的，他未必是真的。陆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奉旨拿人呢？啊，
梁父指挥使，抓人。要走。父亲，父亲，您果然没事。对了，父亲，祖母进宫了，官家已经召见他了，估计马上就回来了。你从八王之案开始，向老夫假意示好，为的就是今天吧？茶税连年下降，战马频出问题，官家早就起义，只不过是趁此机会一并发作。怪不得，我总觉得所有的事情进展得过分顺利，原来是你早有预谋了。我故意走私被你发现，然后向你求救投诚，我就是想让你用我龙泉商行的船只走私。所以，当郑掌柜跟着我的亲信出海之后，当我的人走私交易时，就被你们扣住了，对吧？你收到的一切顺利的情报，皆是你的亲信在被控制之下发出的。那英国公率领2万大军遇袭失踪，也是欺瞒所有人的障眼法了。英国公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对北边的气候地形了如指掌，是故意挑了一个沙尘暴之日，假意出击玉符，然后转身就端了与你通敌的首领老巢。如今，北边的敌人已经被英国公押送至了京城。果然是好谋划，好心机呀！以茶一马，通敌之势，已昭然若揭，你必死无疑。必死无疑。我汪远尚有一口气，这件事就不会这么容易结束。你觉得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吗？罗申远，是我低估了你。我知道你从未信我，却又想利用我。你今日之败，就是败在了你心中只有私利，便以为全天下的人皆如你这般为金钱、为权势，可以毫无底线、不择手段。哼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啊，跟你那个老师，还有那个陈道言可真像啊！满口的追寻正义，为家国苍生迂腐至极。你从来都不会明白，什么叫心怀理想，不惜己身，倾尽所有，至死不悔。那是因为你根本不配为人。父亲，您是说是因为三哥给了您线索，对，所以您去端了那些人的老巢？没错。如今，这帮人的老巢不但被我端了，连同他和汪远一起的书信，我都交到官家手上了。那岂不是在您出征之前，你们就早早做好了谋划？这次误伤伊宁，晚辈十分悔恨。
若您还不解气，大可再捅我一剑，我绝不会躲。如果捅你一剑，怡宁的伤能够好一点的话，我倒真想捅你一剑。待事成，我向怡宁磕头认错。好了，事已至此，说这些都没有用。这就是你找到的证据？是，这是当年汪远以茶一马，故意换了劣等的马，然后将多余的茶叶收入囊中，拿去海上走私的账目。为什么之前不拿出来？之前一半在玲珑手上，一半在宋一山手上，刚刚才找全。无耻之徒！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无耻之徒，折损了我多少英勇将士。此人不除，祸患无穷，还望国公爷出手相助。怎么助？我怀疑汪远不但走私，更可能通敌。你是想借我这次去，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？是。你可知道，如此设局凶险异常，倘若失败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晚辈敢赌此局，便是算无一策。好，那我就助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事成之前，你我就不要再见面了。还有怡宁。明白。由于此局太过凶险，我怕你担心，并非有意瞒着你啊。女儿知道了。好啊，汪远已经入狱，肯定是死罪难逃了。你也算为陈九恒、陈道衍二人洗清了冤屈，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。感谢英国公多次信任，屡次出手相助，携手抗敌，才能绳之以法。看来你还是挺有心眼儿的，啊？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有心计的人了。多有得罪之处，还请国公恕罪。为什么我就讨厌不起来你呢？而且还看着很顺眼。否则，也不会把汪远拉下马。年纪轻轻就知道韬光养晦，看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国公爷过誉了，晚辈不敢当。还是国公料事如神，一击即中。还在跟我玩心眼儿？啊，说吧，你是来专程恭维我的，还是来找我女儿的？去吧。是。哎，晚上太夫人想让你留下来用膳，正好咱们可以……晚辈却之不恭。干什么呢？你这个人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呢？快过来瞧瞧，这是我画的你。我想把这幅画贴在你床头，让你日日看着，以后就不会再犯蠢了。伤好了吗？这都过了多久了，你才问？早都好了。是我错了。父亲都告诉我了，你和他之间的计谋。若是汪远不伤害我和父亲，你是不是准备一直瞒着我？确实是不想让你牵连其中。我和国公爷也确实是冒了一次险，所以后面的事情都没有跟你说。父亲可还跟我说了，你打算磕头向我认错？
还真磕啊！只要你能不生气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这个人还想让我消气？你看看你刚刚那个样子，我刚想扶你，你就骗我。疼吗？姑娘，三公子，正厅已备下菜，请二位去用膳了。走，快去吃饭了。哎呀，没想到罗三公子这么年轻，居然如此沉得住气，有勇有谋啊！来，老身敬你一杯。老夫人过誉了，晚辈不敢当，都是国公爷出手相助，才能成此大事。罗三公子，还没有说清吧？还没有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你看看我家的明珠如何呀？祖母，你不会是烦了我，想早些把我嫁出去，这才乱点的鸳鸯谱吧？哎呦呦呦呦，胡说！祖母是看着你们俩般配。我觉得依宁姐姐和罗三哥更般配。那是因为依宁姐姐和你罗三哥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，所以呀，看着感情就会更亲一些呀。但他们毕竟不是亲兄妹呀。母亲，咱们好不容易团聚了，来，喝一杯，啊！来，我敬你一杯，一杯啊！回去我就跟他们说，择日上门提亲。干嘛又突然说起提亲的事？我之前答应过你啊，等事儿了了，就上门提亲。我先回去了。我们慎远呀，就是聪明，有胆有谋，胆略奸人。对，官人说的对，胆略奸人，我这一高兴给忘了。对了，母亲，慎远，他也不容易，您就……慎远呢，他是担心我这身体受不住，所以提前把这件事情跟我说了。母亲，您之前就知道了，那您对慎远动用家法是做给外人看的。慎远啊，可是你还是让怡宁受了伤。是，我已经向怡宁赔了不是。你也还是让自己受了伤。孙儿错了。总而言之，一定要记住了，你们是罗府的子孙，尤其是你和怡宁，切切不可再惹事了。祖母都这把年纪了，要是你们再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让祖母怎么活呀？孙儿谨记。三位上，上次我见你吩咐人办事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你身份肯定不凡，没想到你真是六合酒肆的老板啊！那我们以后吃饭是不是可以不给钱啊？当然没问题。那我们以后天天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三位上，那我们之前吃饭付的钱，你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？哎，脸皮怎么这么厚？你别理他。大姐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弟弟啊？你怎么不向着我？
慎远还是我儿子呢，弟弟跟儿子比，那肯定儿子更重要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慎远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啊？这么正式。儿子想要一亲。好啊，看上哪家姑娘了？怡宁。哪个怡宁？于我而言，这世间只有一个怡宁。渐渐隐晦，终难料彼此相会。因说成双对，因谁心扉？背影聚尽灰，过往年中无需追。君之梦，我之愿，相依偎。一手不跟随，身与心，心却难违。念这般滋味，刚才干什么呢？三哥平日里用的什么香露啊？香露？不用香露啊。以前没发现，三哥身上的味道还挺特别的。回头我让699也过来闻一下，也许他能制出一款男子用的香露，没准儿生意能大好呢。一双人两相随，千古纵心愿，执手共对。此生的一人已不悔，一份缘两人陪，只盼望生生双双对。你们林家接亲的人都安顿好了吗？千万可不能怠慢呐！母亲您放心，我都安顿好了。还有，你说宜秀的婚事你忙前忙后的，太操心了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您怎么还跟我客气啊？出嫁父母不在身边，宜秀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我跟二爷呢都商量好了，6姑娘的嫁妆只能比旁人多，不能少。而且我们娘家的聘礼也都是按照最高规格来的。茂哥说了，要给足6姑娘颜面，不能让别人轻看了她。是。祖母、母亲，明儿也来了，快和你6姐一起看看，这是给她准备的嫁妆。秀儿，你得好好谢谢二婶，她为你真是操心了。你看，就这些首饰和衣裳，足足准备了5车。宜秀谢过二婶，都是一家人，还说什么谢字啊？其实你母亲早就把你的嫁妆备好了，我没费什么心思。只是没想到，除了这么多铺子和田之外，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金银首饰。不多，这是祖母和我们2房的一点心意。秀儿，你马上就要出嫁了，幸好你嫁到了林家，林家人多呀，个个性格好，你到了那儿一定合得来。再说你跟林茂情投意合的，这回
祖母放心啦。宜秀让祖母费心了。母亲不要记挂，茂哥说了，等他们成亲以后，还是会带着六姑娘回京城住的，所以一定会有时间常来看您。是啊，祖母。之后我还要和六姐姐一起经营腌肉铺子呢。这秀儿啊，马上就要出嫁了，现在剩下的该是你了吧？祖母，您就喜欢拿我打趣。来，看。三九堂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是三外甥开的药阁。如今我也是东家之一了，当然得带你来看看你夫君的店了。什么你夫君啊？我们还没成亲呢。这不是迟早的事了吗？不过你是什么时候变成三九堂东家的呀？三外甥看中了我制药的本事，就让我也成了三九堂的东家。所以你今天带我来是显摆？当然不是了。你不是说你近日有些头疼吗？我担心你染了风寒，就让人备了一些药。哦。今日呢，是来取药的。谢谢你啊。不过也没什么事儿，就只是没怎么睡好而已。没睡好？嗯。宜秀，我知道你越到节庆的日子越是难受。别的姑娘出嫁都是父母亲自送，只有你的至亲不在。不过你放心，节庆之后我肯定会加倍对你好的，把你这些遗憾通通都补回来。嗯。宜秀拜别祖母，拜别二叔、二婶。宜秀啊，嫁过去以后，一定要夫妻和睦，互敬互爱。谨遵祖母之言。宜秀，林茂要是欺负你，你就告诉二婶，二婶帮你教训他。谢谢二婶。吉时已到，请新妇上轿啦！新妇离家，一团和气，永保安宁。南风如镜，嗅过人间，海棠依偎，彼此庭前，黄茶香袅袅飘过窗间，心若有希，鞭子轻添，家门如钢，环在身边。你
你神神秘秘的，这是要带我看什么？哇，这么可爱，这些都是你画的？这是你5岁那年爬到我门口那棵树上偷枣吃。谁说我是偷啦？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摘。啊，行，光明正大。哎，你瞧瞧你，端坐在这儿偷看我看书呢。你看看我画的，我画的是你偷看我。这就是你说的无价之宝，这不就是你随便画的一幅画吗？啊，你看不出来什么是无价之宝啊？看不出来。这画上的人是无价之宝。油嘴滑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纳采的定贴呀，上面有我的生辰八字，还有我全部的身家性命。交给你了。这东西不应该是父母过目吗？我看有什么用？好，那这么说你没有意见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意见呢是没有了，不过条件嘛有3个。啊，你说。第一个，没有夫唱妇随，也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，在家里所有的事情通通听我的。第二，不许逛花楼喝花酒，更不许纳3妻4妾，只许喜欢我罗一宁一个人。你别往我屋里塞人就行。我怎么可能往你屋里塞人？你当我傻呀？第三个，不许藏私房钱。我定贴都给你了，我藏什么私房钱？罗胜远，你唬谁呢？我认识你都多久了？这么薄一个本本，你说这是你全部家当？定贴，这当然是我的全部家当了。我再重复一遍：第一，家里面的大事小事全都交由你管，我所有的身家性命全都给你，定贴为证。第二，我绝不娶3妻4妾，今生今世就你怡宁一个妻子。第三，我没有私房钱。好，那既然你都明白了，准备什么时候上门提亲啊？马上去。国公。沈远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这汪远可招供了？只招了些虾兵蟹将。这老贼还在做垂死挣扎。他这是心存侥幸，还指望着陆家学能救他呢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陆家学和汪远沆瀣一气？不太可能。陆家学是带兵打仗之人，军功上位应该不会有通敌的能力。通敌之事，他也许没有，但他一定参与了走私。国公也可还记得陈道衍的死？你曾跟我说过，陆家学唯恐重启陈九衡一案，牵扯他走私一事，所以对你们师门斩尽杀绝。当初你为了保护陈道衍，也算是费尽心机啊。可敌不过奸人，目无王法，心狠手辣。可惜，这陆家学借杨凌之名，毁了汪远的走私船，所有证据都没喽。以汪远的为人，不可能不留后手。后手？你的意思是，如果真有这后手的话，你是想让他交出和陆家学狼狈为奸的证据，扳倒陆家学？这就要看汪远够不够聪明了。有意思。哎，你今天找我来，所为何事？哦，晚辈是想求娶怡宁。
我现在的心思全在汪远这件案子上，此案不结，其他的事情我无心考虑。国公爷说的是。行了。你把我提来，不是为了让我看你饮茶吧？从前你只手遮天，京城的大事小事，都逃不过你的耳目。你我深知彼此，有话不妨直问。罪证俱全，定你的罪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，有什么可问的？那你到此来干什么？唉，拖延这些时日，就是想等着陆家学把你给救出去。时至今日，又如何呢？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也罢，我把你交给官家，同样是大功一件。只不过到时候就是你为鱼肉，我为刀俎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党羽名单。站住！为什么要抓我？走！我要面见官家！我要面见官家！来，就是他，给我带走！混账！你是谁？走！啊！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放开我！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放开我！就是他，带走！你是何人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谁给你的胆子？放开我！侯爷，汪远已经供出来李侍郎和那几个官员了，会不会下一个就是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老实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放开我！陆家学呀，陆家学，你也该坐不住了吧？公子，陆家学果然进宫了。他被我们逼到了绝境，此时进宫就是想断臂求生。您是说他去官家面前检举汪远，以求自保？那官家会相信他吗？经营这么多年，肯定留有后手，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拉下水的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听闻英国公也被召进了宫。什么时候？就在陆家学进宫后不久。公子，陆家学检举汪远，那为何官家还要召见英国公啊？陆家学进宫，不是求生，是想求取夷宁。英国公留步。陆侯，有何指教？哦，对了，忘了恭喜陆侯了，检举汪远，立下奇功一件。但是老夫万万没有想到，陆侯和汪远还有这层关系。失敬啊！此事我已向官家解释过了，走私之事是汪远想拉我入伙，未得他的信任，我假意合谋，为的就是将
参与走私的官员尽数查明。况且我已将汪远的走私盈利尽数上交国库，难道国公爷还不信任我吗？事已至此，我信不信任重要吗？啊？看来国公爷对我还是有些误会，所以方才官家赐婚于我，才会阻拦。我不明白，名门贵女那么多，为什么陆侯偏偏看上我家怡宁啊？因为我真心喜欢怡宁，我想娶她，真心对她好。可惜啊，我家怡宁和罗少卿早有婚约，难成陆侯的美意了。你可知欺君之罪可是灭九族啊？国公爷，婚约之事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去打听打听，他们的婚事就定在下个月。国公爷，你什么时候跟怡宁有婚约了？他当初寄养在罗府，我祖母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了。当时还小，不便提及此事，如今长大了，自然就可以说了。那番话原来是你教殷国公说的呀！你竟为了一己之私，让殷国公冒欺君之罪的风险。若怡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还会嫁你吗？这个话从何说起啊？蒙骗官家的罪名，在下和殷国公可是担不起。若无事，先告辞了。怡宁，父亲，官家一早召您入宫，可是有什么急事？官家赐婚于你了。赐婚？官家为何要赐婚于我？把我赐给谁了？里面说。姨娘，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但从来没有问过，你要对我说实话。你跟这陆家学没有什么交集，他为什么总是在纠缠你呀？我和他其实是在别院的时候就认识，那时候我以为是两情相悦，其实是错付了。那你还喜欢他吗？不喜欢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是这样，今天这陆家学以检举有功为名，想让官家赐婚求娶你。我呢，在朝中还是有几分薄面的，官家就询问我的意思，我就对官家说，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你和罗慎远早就有了婚约了。父亲，太好了。可是，那岂不是欺君？是啊，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陆家学，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。那官家可相信了？信了，还好我急中生智。我跟官家说，你寄养在罗家的时候，罗老太太在你们小的时候就定下了娃娃亲，因为你们还小，所以没有什么人知道。可是，便宜罗慎远那小子了，我还想再考验他几天呢。三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等你啊。你是因为今日赐婚之事，所以在这等我吧？今日父亲说我们早就有婚约，这话是你教他的吧？国公爷说的那番话确实是我教的。我想先将定帖奉上，待到我考验通过之时，
我再正式上门求娶怡宁。可是日后若有人提及到我和怡宁的关系，为了她的声誉，还望国公爷考虑晚辈的说辞。你的说辞？什么呀？怡宁当初寄养在罗府的时候，我祖母便许下了我和她的婚事，但她年纪尚小，所以一直未提及此事。你想的倒挺周全。和怡宁有关的事情，想多一些还是好的。但是我可不是为了让他欺骗官家，而是为了让你日后免遭人非议。那你可曾想过，若是官家给我父亲一个欺君之罪，该如何？祖母那边我都禀告过了，家里面也都交代好了，不会有人透露的。即使是陆家学告到了官家那儿，也治不了国公爷的罪。这下放心了吧？嗯。父亲。你。申远啊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。你说这陆家学检举汪远一事，他漏洞百出，为什么官家就能被他所骗呢？我想官家也并未全然相信陆家学，只不过汪远一事牵涉官员甚广，整个朝野动荡，陆家学此时检举汪远，并将所得上交国库，于官家而言，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摸清了官家的想法，才敢贸然走这步棋呀。他应该是无棋可走了。这一步虽说是暂时保全住了自己，可是也加深了官家对他的怀疑。罗申远，你要感谢这个案子，要不是因为这个案子，你能那么快娶到怡宁？哼，别说1个月，1年都难呐。国公爷所言极是，申远今后定会多替怡宁考虑。嗯。申远今日再次登门，向国公爷正式求娶怡宁。有必要吗？现在外面全知道你和怡宁有了婚约，早晚她都会嫁你，何必这么急呢？规矩不能废。上次国公爷尚未应允，今日恳请国公爷准许。好啊，还是懂得礼数的。那明天让你父母来登门求亲吧。申远在此，谢过国公。我费尽心机，到头来竟为他做了嫁衣。此事已成定局了，咱们还是放下吧。你说定局？当年我军功被夺，险些被陷害致残，若我是认命的人，早已不知埋骨何处，哪会有如今的安北侯府啊！今时今日的我，早已不是当年的陆家学，更不会认命。可现在很难再有转圜余地，我们难，不代表不可能。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得到的每一样东西，何曾容易过？1个月之后，罗申远就会去怡宁过门，我绝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
把首饰都放在箱子里，小心别磕了碰了。你们都警醒一点，不能出一点差错，知道吗？大娘子，您就歇息会儿吧，您这都忙活一上午了。我不累。慎远和怡宁的婚礼定在下个月，我们得抓紧时间，不能亏待了我们怡宁。是。哎呦，母亲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年里忙着吧？您看看。哎呀，海茹啊，你这是要把家底儿都搬出来啊？慎远娶了怡宁，怡宁又叫了我那么多年母亲，我这几日高兴的都睡不着觉。我们可得给怡宁多准备点聘礼。是啊，老夫人知道怡宁姑娘要回来，也是欢喜的不得了。自从姑娘去了国公府啊，老夫人也是日思夜想的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姑娘回来之后，又能日日在罗府常伴老夫人膝下了呢。海茹啊，你说你刚把宜秀的婚礼办好，现在又要准备慎远和怡宁的婚礼，辛苦你了。母亲，我不辛苦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就这些，没了。这是比照着徐国公府嫡女的嫁单备下的，光是衣服和首饰就5车。我问你，徐国公府他家有几个嫡女啊？啊，7个。怡宁可是我英国公府唯一的嫡女。我告诉你啊，按照这个嫁妆，再给我添1倍。还有，东郊那几处庄子，一并给他。论常理，要等罗家的聘礼送上门，按照聘礼账单筹备嫁妆，是不是再等等？什么常理？我魏家不讲究这些俗礼，不管他聘礼有多少，嫁妆就这么多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听国公爷的，嫁妆多准备一点，老夫人也没什么。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哦，是。哦，对了，我那儿还有2套翡翠黄金头面，都是宫里赏的，给咱们怡宁添上。那我替怡宁谢谢您了。我那边也给怡宁姐姐准备了些，回头都一并添进去。明珠，这次黄承思以刀剑相威胁，你和怡宁姐妹齐心，护住了我们的宅院。你放心，等你出嫁的时候，这嫁妆只多不少。多谢父亲，但是呢，我不嫁，我呢要一直陪着祖母。哎呦呦呦呦，好，好。说，看什么呢？公子，这是英国公给怡宁姑娘的嫁妆，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听说英国公把京城最好的首饰都买回来了，另外还有宅子、田庄、银票，加起来估计得有这个数。以英国公对怡宁的喜爱，不奇怪。公子，你知不知道，一般来说，聘礼得是嫁妆的2倍啊？知道啊。拿着那头，往后拉。公子，这不会是你全部的身家吧？这是我准备的，母亲那边的还没有加进去。少安，够了吧？够了，这些肯定够了，公子。唉，这1年的时间，本钱就已经收回来了，用不了多久都可以开分店了。恭喜姑娘。只是这开分店的事情，肯定要和6姐姐、6舅舅商量一下，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听说是已经在路上了，一定会在您跟3公子大婚之前赶到的。你当真要嫁给他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无论你是否承认，我才是你应嫁之人，而如今你要嫁给别人了。我与你并无婚约，何来他人之说？你欢天喜地的准备嫁给他，却不知道被他算计了吧？我只知道陆侯不顾我的意愿，
去让官家赐婚。若不是因为我三哥解围，说不定现在我早已掉入万丈深渊，像以前一样。罗慎远知道我要找官家赐婚，他才哄骗你爹，在官家面前胡说八道。难道你就不怕英国公落得个欺君之罪吗？陆侯此次来，是来威胁我的。依宁，你放心，只要是对你不利的事情，我陆家雪绝不会做。既然陆侯别无他事，我继续去算账了。我知道，你是因为莫须有的婚约，才要嫁给罗慎远的，是不是？无论有没有婚约，我都会嫁给他。你不要嫁给他，依宁，我爱你比任何人都爱得早，爱得深，爱得久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会好好对你。陆家雪，你根本不懂如何去爱一个人。当初在别院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想要加官进爵，我才会被逼到坠崖。现在如你愿了，你却想要回到以前。你这样做只是为了你自己。你当真是喜欢他？是。你确定不是兄妹之情，是男女之情？我确定，往后余生我只会爱他一个人。好，很好。但是我不管你爱的是谁，你要嫁给谁，你是我的妹妹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任何人跟我作对都不会有好下场。